歡迎我們今天來到 Ozempic Face 猛健樂臉第二集。上次跟大家聊到猛健樂打了對身體是好的，因為它會變瘦會變健康。會分享我自己從這個小巨嬰到大巨嬰到超巨嬰，我把自己以前那個很醜的照片都拿出來分享了，有興趣可以趕快去看哈。那也跟大家分享了到底為什麼你的身體明明是變年輕，可是臉呢卻變老了。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，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，結構力學來設計，安全優先是原則。因為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裡面，就是我們臉的層次圖，從最右上角的這個表皮到我們的真皮到皮下脂肪，表皮、真皮、皮下脂肪這三個層次合起來叫淺層。那再來，我們看到中間有一個寫 SMAS， 就是所謂的筋膜層。那筋膜層的深面呢，就是深層的組織，它包含着深層脂肪墊跟筋膜室。那最底下呢，就是骨頭跟骨膜的存在。其實坦白說，不只是 Ozempic Face。如果今天你去切胃，或是你用手術的方式，讓你快速減重其實我們接下來講的這個 Ozempic Face， 它的改变都是差不多的。首先給大家複習一下，你的皮膚呢本身會因為膠原蛋白跟彈力蛋白流失會變薄，然後會失去彈性。皮下脂肪變薄的時候，脂肪幹細胞也變少，你的白色脂肪變少，你的臉色會變比較差。再來，筋膜層還有包含我們的韧帶跟 RC 這個結構，這兩個結構我上一集也跟大家聊過也會因為打的這個瘦比呢會流失，所以就比較容易鬆垮。那深層脂肪墊它也會有萎縮的狀況，所以我們在快速減重，不是只有淺層的皮下脂肪會變少，深層脂肪會变少。皮下脂肪減少的時候會變薄，深層脂肪墊萎縮會變凹，那這就是造成老化的原因。怎麼治療？怎麼處理？我一個跟大家分享。第一個就是皮膚當它膠原蛋白流失、弹性蛋白流失，你皮膚變薄，你的皮膚的彈力变差，我們要怎麼處理？是有辦法的。首先，你的膠原蛋白流失，我們就可以打一層胶原蛋白增生劑在皮下這一層。這膠原蛋白增生劑不能亂打，你要打小分子的，或者是用稀釋的這個膠原蛋白增生劑，不然你打在這麼淺的地方，很容易會有顆粒感。那打進去，它會刺激膠原蛋白再生，就會讓它變得比較緊緻。可是大家有沒有聽到我前面一直在講，當你快速減重的時候，你流失的不是只有膠原蛋白，還有彈力蛋白，所以很多人會覺得皮膚失去了彈性。那怎麼辦呢？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用一種新型的這個注射物。那這種新型的注射物呢，我們叫彈力針，它就可以刺激皮膚彈性蛋白的增加。我們知道，我們臉在老化過程中，淺層老化叫鬆，深層老化叫垂。當你在快速減重的時候，你的皮膚也会鬆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打彈力針，增加彈力蛋白。這是針對皮膚本身，可以改善你的皮膚變薄，可以改善你這個紋路產生。第二個，很多人在減重的過程中覺得氣色變很差，為什麼？因為你的皮下脂肪減少了，你的脂肪幹細胞減少了，你的白脂肪細胞減少了，那怎麼辦呢？我們可以把你身體其他還有脂肪的部位呢，把這個脂肪拿出來，不是直接拿脂肪來打我們可以打脂肪膠。有聽過脂肪膠嗎？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以前的影片。所以不是直接把脂肪拿起來貼在臉上，是把脂肪拿出來離心萃取以後，把脂肪裡面的幹細胞把它弄出來，這個幹細胞就叫 SVF。我們把這 SVF 呢打在皮下組織，很多人就想說，我這樣打了，我臉会不會變成以前那樣胖？不會哦。SVF 裡面其實它的主要成分不是脂肪，是脂肪幹細胞。那打完之後，你就會發現，不僅是你的紋路會改善，你的膚色也會變得比較好。這個脂肪膠它的運用不是只有單單在 Ozempic Face 上面，對有一些臉上有紋路有疤痕的人也都很有用。我們的臉快速流失的過程中，你的韌帶、你的 RC 也會流失。這就好像我們的牆壁這個韌帶就像牆壁，就像鋼柱、鋼梁一樣。你的牆壁鋼梁不穩的時候，你的房子是不是就不穩？一樣的道理，你的這個臉呢就會開始鬆垮。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去處理呢？很多人說我知道，不是就是打
電波、音波刺激膠原蛋白增生嘛。坦白說，在我的臨床經驗裡面，對於 Ozempic Face 的人，對猛健熱臉的人而言，打電音波的效果其實我覺得沒有那麼的理想。而且要特別注意，因為有很多人他在快速減重的過程中，他臉已經凹了。如果你這個時候在打這些電波或音波的東西，很多時候反而會讓臉更凹，因為它會溶脂，所以我覺得效果不是那麼理想。那怎麼辦？有方法，我會更 prefer 用線雕啊。這個用線呢來處理這種 Ozempic Face 是有分的哦。我剛剛說了哈，我們在快速減重的過程中，韌帶會老化。那這個老化的韌帶導致你沒有支撐的時候，臉會鬆垂。這個時候，我們可以利用這種有導溝的線去加強、去提升，把它往上提。那另外還有一個構造叫 RC 韌帶是什麼？韌帶是從骨頭鑽出來，去抓住你的筋膜跟皮膚，在筋膜以上跟皮膚之間，這有韌帶，它已經散出去了，像一個網子一樣的構造。這個網子一樣的構造就叫 RC。那這個 RC 呢，如果我們要加強，我們就可以用另外一種比較細的線，放在皮下這一層，去加強這個網狀 holding 它的作用。所以簡單講，Ligament 韌帶是用來抓住你臉上的組織的 ，RC 的構造就像是一層隱形的網子，在我們的這個皮膚組織裡面去 hold 住你的臉。那在快速減重的過程中，你的 Ligament 會變得比較脆弱，你的 RC 會變得比較稀薄。那我們在治療的時候 ，Ligament 就可以利用韌帶來協助它維持它拉提的作用。那 RC 呢，就可以利用比較細的另外一種線呢，去幫忙 holding， 這樣就可以大幅改善鬆垂的這個狀況。我也是做這種處理。還有一件事，我跟大家提過，在快速減重的過程中，你的肌肉會快速流失，包含臉上有沒有肌肉，臉有肌肉，那你就會發現，當你臉的肌肉流失的時候，你這個肌肉本來是有力的，可以往上的，它現在沒力了，也會垮。那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？坦白說，以前沒有好方法。現在有一台新的機器叫 M-Face， 是一台新的機器，它跟你知道電波、音波啊那些都是不一樣啊。電波、音波那些機器都是靠加熱啊，或是什麼手腹波啊、媒體都一樣，他們都是靠加熱來做收緊。可是 M-Face 它的作用是用來刺激你的肌肉，讓你的肌肉做重訓。我們的身體做重訓的時候，可以維持肌肉，可以讓肌肉長回來。你的臉也一樣，臉的肌肉也要做重訓。所以，所有快速減重的人，我也會建議他應該搭配 M-Face 這台機器，讓你的臉做重訓，讓你的臉在快速減重中不會快速垮下來。所以，整個快速減重的人，它是有一套完整的治療，這一套完整的治療，我們建立在學術的基礎上。大家知道，我們所有的影片裡面都不是胡謅的，我都會跟你說出自哪一個研究論文。所以我的很多醫師呢，有將近200位醫師跟着我們在讀書會裡面，我有一個線上的書院，橫跨台灣、大陸、香港、澳門，還有日本、馬來西亞，裡面有這些醫師一起加入我們，在這個線上這個書院裡面，每個禮拜看這些最新的研究論文。那我跟各位講，這些都是一些新的研究。大家看很多的頻道，他講到 Ozempic Face， 其實講的可能都很粗淺，那我講的比較深入一點。那這些治療方式呢，也都是有確實的根據，我也用在自己的身上。所以我很多的老客人看到我都覺得，哎，我一個50歲的人反而比他們剛認識我37、8歲的時候狀況要好。那特別是在我快速減重整個垮下來的時候，我是用這整套的治療方式用在自己身上，一樣也可以幫助到你。記得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哦。如果你周邊有一些快速減重，或是你本身就是快速減重導致臉下垮的人，趕快來看這一集，也把它分享給你的朋友。當然，最後再額外一提，我有時候遇到有一些人他垮得真的太嚴重了，上面這些方法他覺得力量都不夠，有沒有辦法？有，最後可以用我们強效的拉皮手術。拉皮手術的方法有很多種，但有很多是假的，是一些自己瞎編出來的名字。怎麼樣去判斷什麼樣的手術拉皮方式適合你？我們在其他拉皮系列影片也有介紹。好，有興趣的趕快去看一下。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咯，拜拜。